我现在头上戴的这个是新款的 Vision Pro， 相比初代 Vision Pro 啊，它把 M2 芯片升级成了 M5。其实当我刚刚拿到这个新款的时候，刚开始用了一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这个初始印象分，你还别说，还挺高的。就感觉哪都比老版更流畅了，动画也更流畅，滑动的界面也丝滑了很多，手势识别更准了，微微动一下手指，你就能够精确的识别到，不容易误触了，甚至画面看起来都更清楚了。那我在想着换了个 M5 芯片，简直是焕然新生啊！跟我1年前体验这个 M2 版的 Vision Pro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么牛逼的吗？那抱着一点怀疑啊，我就决定，再把我这个已经吃灰了的 M2 版的老 Vision Pro 拿出来，跟上最新的 Vision OS 2.6的系统，再用用看。这一下破案了。原来啊，以上的这些流畅度啊、准度上的焕然一新，全部都是2.6系统带来的因为老款 Vision Pro 升级了新的系统之后呢，一样也变得非常的流畅，很好用了。我现在甚至完全用不出这个 M5 版和这个 M2 版的区别了。那这个 M5 版它到底升级了个啥呢？我们来细说一下吧。最大的升级肯定就是换了芯片嘛，从 M2 换到 M5，CPU 提升85%，GPU 提升95%，这已经快要翻倍了，不可能用不出区别吧？事实上就是你真的完全用不出来有啥区别，因为 Vision Pro 上的应用啊，几乎都是以 M2 的性能为基准开发的，开发者他就没有理由做一个 M5 才能跑动的软件。VP 上常规的 VR 应用 M2 全都够用了，就根本不需要一个 M5，甚至在游戏之类的高压场景里，目前也几乎没有开发者愿意开放更高的画质选项。你用 M2 玩和 M5 玩没有本质区别。那 M5 的升级就完全没有体现吗？可能有些地方能感觉出来，比如扫描 Persona 自影像的速度更快了，开机的时间更短了。续航也从2个小时涨到了2个半小时虽然还是非常短，但确实能用出来有那么一点进步。包括注视点渲染的像素数量提升了10%，什么意思呢？就是像 VP 这种带眼动跟踪的 VR 眼镜，会用一种叫注视点渲染的技术，你眼睛看向哪儿就清楚，余光的部分就都降低分辨率来渲染，这样可以减轻压力。那 M5 的 Vision Pro 相比 M2就是中间注视点看到了这个清晰的这部分分辨率会更高一些屏幕的物理分辨率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它彩透拍外面的摄像头的分辨率，其实和上一代也完全没区别，这顶多就是 UI 界面看着稍微清晰那么一点点吧。这 M5 是一个升级，看似很大，其实一点也没感觉那还有什么升级呢？就是这个屏幕的刷新率上了120赫兹了。上一代 Vision Pro 最高只有100赫兹，大多数应用是跑在90赫兹的。对于 VR 来说，更高的刷新率肯定是极为重要的，对吧？但是VP 的这个120呢，也是如生因为哪怕上了120赫兹屏 ，M5 的 Vision Pro 在绝大多数的应用里依然跑在90到100 FPS， 它根本就不给你跑120帧包括VP 的这个彩透摄像头其实也拍不出实时的120帧的画面，因为 R1 芯片的处理极限就是差不多12毫秒，要想拍120帧，它得做到8毫秒才行。这一代没有换 R， 肯定是没戏的。实际上只有极个别场景，比如你开 Mac 的虚拟屏幕的时候，把 Mac 的画面串到 VP 上，这个时候物理刷新率会上到120赫兹，拖动窗口的动画确实是120的。这个录屏只能录30帧，可能看不出来，反正你们意会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120仅限 UI 界面实际串流的 Mac 的画面最高依然只有60帧，是不是很抽象呢？这个事儿我们问了苹果的朋友给到的答复就是现在的无线带宽是不够串到更高帧率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扯淡的，因为 Mac 虚拟屏幕的这个分辨率明明是可以拉得非常高的，甚至我们看到最高有10240×2880的超宽屏分辨率。你能带动这么高的分辨率，你跟我说不能降点分辨率上120帧，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反正这么一个高端设备，目前只能串流60帧，确实是有点糟糕那这台新的 Vision Pro 最后一个升级点，也是唯一我觉得确实有用的呢，就是这个新的头带老 VP 默认的头带是这个单圈编织头带，这完全就是个样子货戴在头上根本戴不牢，你想固定住就得拧得非常紧，体验巨差。所以实际用大家都是换了这个双圈头带但是一方面这个头带长得不好看，太野鸡了；另一方面呢，这个接触面积小，还是有点勒头的。所以这次苹果就升级了这个双圈编织头带，
顶上再来一圈，转动旋钮先调整后面的头带，拔出旋钮再转呢，又可以调整上面的头带。这个舒适度确实是可以了，但代价就是重量要稍微重一些啊。整个看下来 ，M5 的这个 Vision Pro 体验上就没有啥大变化嘛。哎，你像这个双圈编织头带，其实老款 Vision Pro 也能升级啊，哎，对吧？至少现阶段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才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掏得起这个钱的话，买个老的 M2 的 Vision Pro 玩玩，还真是挺不错的。尤其啊是在升级了 Vision OS 26之后，这个机器我觉得是焕然新生了。iOS 26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好像变卡了，对吧？但是 Vision OS 26，我真觉得比原来流畅太多了，手势识别也明显更准了，还有好多功能更新，比如像是超宽屏的 Mac 虚拟显示器啊，手势呼出的控制中心啊，都是超级有用的升级。倒不如说首发的 1.0 系统就是个半成品，现在的 Vision OS 26啊才是它的完全形态。这个初代在二手平台上已经降到12000到15000的一个价格区间了啊，这可能依然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但至少对于一个高精尖的数码产品来说，比起全新3万块还是合理了不少的啊，所以我才说，对于想玩的朋友来说，这个 M2 的老版值得一玩。那么2025年了，你在 Vision Pro 上到底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核心竞争力。装逼应用啊，我统称为装逼啊，就是因为很多这些应用你用个一次就不会再去用第二次了啊，但是这一次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啊。首先是咪咕和腾讯视频里上线的各种 VR 纪录片，外版在 Apple TV 应用里，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啊，苹果都会上线一些 Vision Pro 专享的全景影片，大多数啊都是苹果第一方出钱制片的。看这一些超清全景纪录片的感觉，就跟我去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大球里观影差不多啊，确实是非常震撼。尽管片子并不多，你也不会重复看，但有这么一次体验还是很爽的。这就适合什么呢？就是逢年过节拿回去给亲朋好友们看个西洋镜啊，开开眼界吧。当然了，这 Vision Pro 它毕竟是一个空间计算机，所以不光有 VR 影片，甚至还有全景和互动结合的纪录片。比如这个讲2战诺曼底登陆的纪录片就拍得非常好，真实的全景影像和 3D 建模在线的战场相结合，还可以上手翻看老兵的遗物，算是我体验过最优质的互动电影之一了。再比如这个叫做 Voyager 的 App， 简直就是非有神器啊！你在这里面可以真的看到全球的机场和飞机的动向，都是 3D 建模的。它根据每架飞机的高度啊、空速啊、俯仰角这些真实数据，可视化出飞机目前的姿态。你真的可以上帝视角看飞机，还可以收听塔台。包括啊，它还有一个很细节的飞机检视器，每家各种型号的飞机你都可以放大了仔细看。比如这一架我最爱的这个 A350，我们随便点一台现实中正在直飞的东航的 A350，哎，你看它马上就要降落了，你就能看到它的这个起落架呀、襟翼啊、反推啊这些细节的活动，它全部都有做。哎，作为一个飞友来说，这个真的是不得不评啊！包括 Vision Pro 上还有观星的 App VR 观星，这个也是相当的专业对口了。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帆船大奖赛的观赛 App， 这个啊真的可以作为 VR 体育赛事直播的一个榜样了。中间是实时的比赛画面，下面呢就是 3D 建模的上帝视角观赛，旁边又是各种数据可视化。就可惜我平时不看帆船，要是 F1 能够做这样一个 App， 我绝对常常都用 Vision Pro 看了。感觉并不是没可能啊，毕竟苹果刚拿下了 F1 的直播版权。上面很多这些，我觉得都叫装逼 App， 就是你大概不会打开第二次的，但第一次的感觉已经惊艳到能让你惦记好几年了啊！反而大家觉得在 VR 上会非常受用的游戏生态，在 Vision Pro 上是非常匮乏的，根本没几个能玩的游戏，独占更是寥寥无几，甚至于兼容 iPad 的游戏有很多也没法安装在 Vision Pro 上。那这个 M5 的 GPU 提升最大的受益点，就完全受不了1.1了。Vision Pro 的第二个用途是正儿八经的观影，大屏观影，这是目前为数不多你把 Vision Pro 留在手里不卖掉的理由了。它真的很适合看片，尤其是 Vision Pro 里的 Infuse 播放器做得非常的好。我平时就把要看的番剧下载到电脑上，我已经把我的电脑映射成了一个 SMB 服务器 ，Infuse 就可以直接播放电脑上的番剧，画面放到最大，差不多有200寸，这比我自己用的100寸电视还要更爽。不过啊，这种爽快的体验也就仅限于播放器了。流媒体平台很多都不太待见 Vision Pro， 像国内的 B 站呢，你就只能用 iPad 版的 App， 而海外的 YouTube 啊，还有 Netflix 都别说原生版了，连 iPad 版都不兼容，只能用第三方 App 来看啊。
第一方做的比较好的也就只有 Apple TV Plus 啊，还有海外的番剧平台 Crunchyroll 啊，以及 HBO、迪士尼等零星几家平台了。我觉得啊，如果你是习惯自己找资源的发烧友，不是追求想看就看不折腾的普通用户呢，Vision Pro 对你来说还确实是挺爽的。然后啊 ，Vision Pro 的第3个用途就是作为 Mac 的虚拟屏幕。当你桌上放着一台 Mac 的时候啊，你看向它 ，Mac 上就会跳出这样一个连接按钮，点一下，笔记本的画面就投进你的 Vision Pro 里了。这个真的是有点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边界了。而且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 ，Vision OS 2.6下甚至最高支持10240×2880的逆天级超宽屏，你甚至可以用这么高的分辨率打游戏，我们的 M4 Max 都要被榨干了。我觉得拿这个虚拟显示器来办公，确实是目前 Vision Pro 最大的用处啊。可惜它就是没法带太久，以及只有60赫兹，要不然就真的是大家梦想中的完美显示器了。然而我说的办公啊，仅限于虚拟显示器。如果你是想直接用 Vision OS 的各种 App 办公的话呢，它的这个体验甚至都还不如一台 iPad 啊。咱就不说文件管理系统这种老生常谈了，很多常用的办公软件，比如飞书，它根本就没有出 Vision Pro 版。我想拿 iPad 版来将就一下呢，它也不让我装。那我说行，用浏览器你总能访问了吧？结果啊，他以为我是个 iPad， 非让我去装 iPad 版，然后 VP 啊根本就装不了 iPad 版，那不是无解了吗？那如果是用苹果第一方的，像 Keynote 还有 Pages 之类的呢，这个体验倒是确实还不错，捏来捏去做 PPT 还挺新奇的。不过在我真正习惯之前，我觉得这个工作效率依然是远远不如 Mac 甚至 iPad 的。这玩意儿本体的办公生产力你就先当不存在吧。那在苹果的设想里啊，你当然还可以用 Vision Pro 来开会。好，那这个啊，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在 Vision Pro 新款上面用了 Vision OS 2.6的情况下的这个表现，对吧？我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栩栩如生啊？就跟真实的云飞一样，对吧？然后我旁边还有影视飓风的 Team， 对吧？还有美国的这几位朋友啊，那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会议可能会看起来的样子，还是挺酷炫的吧 ？Vision OS 2.6的更新对 Persona 自影像做了大幅升级，现在的自影像呢，大量的使用了高斯坡键来实现，所以效果是逼真了非常多，甚至各种表情都能真实再现，有点让我想起《死亡搁浅》里那种全息投影了。但话说回来啊，这 Vision Pro 它首先得普及开，大家才能够感受到自影像的魅力啊。那普及这件事儿，就凭这玩意儿的高昂售价，目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不过啊，作为目前业界最强大的彩透头衔 ，Vision Pro 确实已经被一些企业用在了工业领域，比如英伟达的 Omniverse 数字孪生的工厂用的就是 Vision Pro 来结合的虚拟和现实世界啊。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我都惊了啊！这2家居然能以这种方式产生交集。那包括医疗领域也在探索用 Vision Pro 来远程会诊啊、远程做手术的可能性。许多工业设计师也开始用 Vision Pro 更直观的检视建模了。在 Geekspace 里啊，就有很多这种实例，像是检视飞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检视 F1 赛车啊，包括这个4轮定位的实例啊，包括它还有这个护士培训的实例，都能让你一窥 Vision Pro 在设计啊、制造还有维修、医疗等领域的潜力啊。但话说回来啊，这些工业场景和现在花真金白银买 Vision Pro 的大多数普通用户，可能也确实没半毛钱关系。苹果应该也不希望 Vision Pro 变成一个 business only 的小众工具吧。你看，这就是 Vision Pro， 一个很酷但仅限于酷的美好愿景。它酷到让我觉得花1万多体验个新鲜都值得，但它真的没有太多能让你一直留着它不出手的理由，除非啊你是一个影音发烧友。至于花3万块买这个全新的 M5 版本，那我觉得连影音发烧友都没有必要花这笔冤枉钱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 M5 Vision Pro 的详细评测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或者你喜欢的话，别忘了长按点赞、1键3连，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宽这个频道，后面还有更多好玩好看节目等着你。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